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独自一人现身火锅店，粉圈和路人又为这4个字吵翻了。内娱最离谱的是，不是明星吃火锅，是有人把明星吃火锅都能吹成独家物料。这吃香，连火锅底料都要被熬出一层油来。这条素材看着像闲聊，骨子里却很典型。Who 是肖战。What 是被拍到现身火锅店 ，Conflict 不是他吃没吃火锅，而是围绕独自一人这4个字。粉圈和围观群众又开始抢话语权了，一边忙着替他补剧情，一边忙着把一口普通饭局硬拽成舆论事件。说白了，这根本不是新闻，这是饭圈对偶像日常的过度解读。外加路人对为什么这也能上热搜的集体翻白眼。先把那层自带滤镜的说法扒掉，什么独自一人现身，什么他肯定叫上工作人员，什么说不准是剧组聚餐，本质上都在干一件事，先站住解释权，再顺手把你不爱听的版本踢出门。娱乐圈里最常见的套路就是这样，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，而是谁先把叙事定死，谁就能少挨一轮质疑。很多人爱装的像在讨论吃不吃火锅，实际上讨论的是你到底配不配被别人当成正常人看。明星去吃饭本来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普通人下班想吃碗面都没人关心。到了顶流这里，连筷子夹到哪块毛肚都能被拆成800个角度。问题不是肖战吃火锅，问题是围绕肖战的每一件小事都有人急着找异议。粉丝要证明我们哥哥很接地气，路人要证明你们别什么都拿来吹，营销号要证明这一单流量能变现。同一锅汤，3拨人喝出3种味道，最后谁都没吃饱，只有平台赚得盆满钵满。更好笑的是，粉圈最爱干的事就是把正常生活包装成特殊待遇，明明就是吃饭，非要说得像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，明明就是拍到一个人进火锅店，偏要脑补成工作人员一大桌陪同，仿佛只要人数够多，明星就自动被加冕成勤政亲民的老板。可现实里，火锅店里最不缺的就是人，真正缺的是大家别把偶像当天王老子供着，结果供着供着，连他上个厕所都像在追踪国家机密。说到底，所谓独自一人这个点之所以能被拿出来反复咀嚼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大新闻价值，而是因为它天然能触发2拨人的神经。一拨人觉得看吧，他连吃饭都值得拍，说明顶流就是顶流。另一拨人觉得这都能算料，娱乐圈是不是快没活了？两边看似对立，实则都在给同一套流量机器添柴火。前者提供情绪护城河，后者提供围观热度，热搜就这么被烤熟了。你以为现在的内娱还靠作品说话吗？别天真了，很多时候靠的是可被消费的日常。明星吃什么，穿什么，跟谁吃，几个人吃，吃完去哪儿，统统能变成内容，统统能折现。粉丝的任务是把这些内容翻译成哥哥状态好，哥哥很真实，哥哥很有生活气。路人的任务是翻译成又开始营业了，又开始营销了，又来收割了，双方一来一回。平台看到数据涨了，品牌看到热度有了，真正吃到肉的从来不是围观的人。更现实一点讲，明星出现在火锅店这件事，对公关来说一点都不稀奇。尤其是像肖战这种级别的艺人，任何公开场合都可能被放大。你以为镜头拍的是一个人，其实拍的是一整套团队运作的影子。保镖怎么站位，助理怎么跟，拍照的人站哪儿，消息怎么流出去，后续评论区谁来控评，都是流程的一部分。内娱这些年最成熟的生意，不是拍戏，是把明星生活拆成零件，再一件件卖给大众看。很多人不理解，
为什么一顿火锅都能引起那么多反应？因为顶流本来就是高关注度人格的商品。什么叫商品？商品的特点就是每个细节都能被标价。普通人吃火锅是吃饭，顶流吃火锅是内容。营销团队看的是能不能接地气人设，品牌方看的是能不能联动餐饮、生活方式。年轻消费，粉丝看的是哥哥是不是又瘦了，黑子看的是怎么才能从锅里捞出一点槽点。一个火锅局装着4种生意，谁都别装清高。而且这种独自一人的叙事特别适合饭圈自我安慰，因为它最容易制造一种我们家正主永远有私人空间的幻觉。实际上，顶流的私人空间早就被压缩的跟纸片差不多，镜头、路透、热搜、代拍、偷拍视频、站截图，把它从头到脚围成一圈。粉丝一边痛骂打扰隐私，一边又对每一张路透图反复放大研究，这种精神分裂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嘴上喊着保护，手上点着保存，内娱最会表演的人不一定是演员，也可能是粉丝。肖战这个名字之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能炸，是因为他早就不是单纯的艺人了，而是一个超级高压流量节点。任何围绕他的叙事都会被放大成阵营战。你说他吃火锅，粉丝会往真实低调有生活气上贴，路人会往又开始蹭热度上想，营销号会往这是新剧宣发还是私人行程上套。现实是，一个艺人只要做到流量顶层，就别指望大家拿他当路人，哪怕他只是去门口买杯奶茶，都有人能写出一篇事业版图暗示的小作文。这是最值得嘲的地方，在于很多人根本不在乎他到底有没有和剧组聚餐，也不在乎胖氏工作人员到底在不在，更不在乎10日中烟什么时候拍完什么时候播出。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通过这条消息确认自己熟悉的那套剧本还在继续。粉丝需要一个哥哥被关注的证据，黑子需要一个流量又被嘲的入口，营销号需要一个粉黑大战的开关，平台需要一个互动量起飞的按钮。看似众生喧哗，实际上全是各怀鬼胎。如果把这件事放回娱乐圈的常规操作里看，就更没什么神秘感了。明星路透为什么总能被剪成所谓偶遇感？就是因为偶然被拍到比有计划曝光更能让人上头。真正高明的不是硬广，而是把商业动作伪装成生活碎片，让你以为自己捡到了料，实际上你只是被精准喂了一口。吃火锅、逛街、遛狗、看展，这些场景之所以常被拿来做内容，就是因为它们足够松弛，足够像没设计过，而像没设计过本身就是设计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拿以前的明星路透来对照，像某些顶流去餐厅吃饭，穿个灰 T 出门，带着团队现身机场，几乎都能引发一轮状态好不好，是不是发福了，是不是在营业的全民审判。娱乐圈的逻辑一直没变，明星不是人，是一台持续运转的情绪投喂机，今天让你觉得它很真实，明天让你觉得它很神秘，后天再让你觉得它快塌了，反正情绪起伏越大，流量越值钱。更典型的案例是那些明明没什么内容，却硬被做成大瓜的所谓路透。某些艺人因为一张夜宵图被说成私生活混乱，某些艺人因为和朋友吃饭被说成团队散了，某些艺人因为参加饭局被说成资源置换。你以为大家在看图说话，其实是在按既定偏见套模板。轮到顶流肖战这种自带关注度的人，情况只会更极端，因为他身上不只是艺人2个字，还有长期累积的粉黑大战。舆论标签、商业价值和公众期待，谁都想从他身上切一块肉走。再往深里说，粉圈对这种消息的热衷和虐粉机制脱不了关系。
你别看有些人表面上是我们哥哥吃顿饭也要被盯，实际上越是被拍，越能激发某些粉丝的护主心态，觉得哥哥太辛苦了，哥哥连吃饭都不自由，然后转头又去刷数据、控评、冲销量。粉圈最擅长的就是把任何一个普通事件加工成情感劳动，再把这份情感劳动变成消费行为。你心疼他，他钱包就被你掏了，这一套内娱已经玩得熟的不能再熟。而站在资本角度看，明星吃火锅、出街、路透这种东西都是极低成本的曝光资源，请一堆人拍广告太贵，铺天盖地宣发太烧钱，倒不如放一点看似无益的生活切片，既维持热度，又不显得自己用力过猛。尤其在现在这个短视频和社媒主导的环境里，越像自然流出的内容越容易被转发，越像现场抓拍的画面越容易被相信。资本最懂人性里的偷懒心理，你不爱看硬广，我就给你看偶遇；你不爱看官宣，我就给你看流出。拿肖战来说，他身上的流量价值早就不是单一的粉丝应援能解释的了。品牌、平台、剧方、宣发全都可能盯着他的任何动态。一个火锅店镜头，对外界来说是吃饭，对圈内来说可能是一次话题测试，对粉丝来说是生活感，对剧组来说也许是别让路透把拍摄进度带偏。所以别看素材短，背后可不短。围观群众以为自己在看八卦，实际上是在看一整套现代娱乐工业如何把人变成钩子。把视线放大一点，你会发现这类事件并不新鲜，真正新鲜的只是大家越来越不愿意装了。以前明星被拍，团队还会认真做点辟谣或者解释，现在很多时候根本懒得理。因为流量时代的逻辑很简单，越解释越像有事，越装没事越容易被继续赚。粉丝也学聪明了，遇到这种消息第一反应不是求真，而是先守住人设，先把哥哥只是正常吃饭焊死，至于真相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能让外人占上风。这就很像过去那些被反复讨论的明星绯闻，事件本身常常没多大，但因为各方都需要一个情绪出口，最后硬生生炒成年度大戏。有人拿着几张图就敢写成通稿，有人靠几句推测就能开直播卖惨，有人把普通聚餐说成资源局，有人把正常出行说成塌房前兆。时间久了，大家也看明白了，内娱很多瓜根本不是瓜，是拿着秤砣冒充西瓜，砸开一看，里头全是空气。至于十日中烟多久拍完多久播出这种吐槽，其实也很真实。观众现在最烦的不是明星吃饭，是项目拖、物料少、预热长、正片迟迟不见影，等的人火气大。一个演员的公开行程之所以能抢戏，本质上还是因为作品本身没有足够强的存在感，或者说行业太习惯靠碎片消息吊着人了。剧没出来，先靠路透养胃，路透没了，先靠八卦续命。观众像被喂了一把又一把空壳瓜子，嗑得咔咔响，嘴里却没几粒人。所以这件事真正该看的，不是肖战到底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吃火锅，而是这个行业为什么总能把吃火锅做成一场舆论小型战争。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大家都太需要流量了，粉丝需要存在感，平台需要停留时长，营销号需要饭钱，品牌需要曝光，剧组需要热度，艺人需要声量，谁都不想真正冷下来。冷下来就意味着没东西卖了，没东西卖了就意味着很多人连装都懒得装了。你要说这是一场关于肖战的讨论，其实也不全是，更多是一次熟练的流量合谋。主角在锅里涮肉，旁观者在屏幕前涮情绪。有人替他编排行程，有人替他守住体面，有人借机嘲讽，有人顺手带话题，
最后连人工智能、人与 AI 全新序章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词都能被一块塞进来，像极了如今内娱内容生产的真实状态，什么都能拼，什么都能凑。重要的是别停，别冷场，别让算法觉得你不热。说到底，明星吃火锅从来不稀奇，稀奇的是围着火锅转的人，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在审判真相。其实真相很简单，顶流的一举一动都能被人拿来做文章，不是因为他每次都真有料，而是因为这套系统早就学会了拿最普通的生活榨最贵的流量。你以为你在看别人吃饭，实际上你在看一整个行业怎么把饭局、粉圈、热搜和商业价值缝成一张网，再把你稳稳罩进去。内娱这口大锅，最会装的不是明星，是围着明星转的那群人，嘴上说着别无聊了，手里却把每一条无聊都剪成了钱。真要说谁最会吃火锅，倒也不是肖战，是这圈子里那些既想吃流量，又想端体面，还非得假装自己清白无辜的人。吃相难看的连锅盖都压不住，你看热闹也好，替人说话也罢，最后都逃不过同一个结论。内娱最不缺的就是饭局，最缺的从来是真正能端上桌的作品。